不到15万起，有智驾，有冰箱，有溜背造型，还是后驱。这件事放到几年前，甚至几个月前，可能想都不敢想。但今天，它来了，比亚迪秦 L EV。说起这台车，你可能首先会想到2月份刚刚上市的秦 L DM-i。那这台车是秦 L DM-i 的 EV 版本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这台车从头到尾，从里到外是一台彻彻底底的新车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造型，你都能看出来，它跟秦 L DM-i 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它的前脸看上去可能更像是汉 EV 的造型。这套前脸也是比亚迪的第2代龙颜，它已经不叫 Dragon Face 了，而是叫 Long Face。首先中间有一个很宽大的这种宽的饰条，一路延伸到左右两侧的车灯的位置。你可能会看到车灯，觉得这个眼神还挺上扬的，跟之前不太一样。之前的车灯在龙须的下面，那这台车呢把车灯做在了龙须的上面。与之而来的呢，还有它的前机盖的金线的隆起，看起来整个车头就很有力量感和肌肉感。肌肉感的内部也有乾坤。打开这个前盖，里面有一个尺寸还挺大的前备箱。这个前备箱呢，足够放一个登机箱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容量。然后深度，我的小臂都是可以放得进去的。而且前备箱其实我觉得是电车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好用的功能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会买一些有味道的东西，比如说什么麻辣烫啊、榴莲啊或者水产啊，放到后备箱那个味儿就会串到乘坐舱，但前备箱就完全不会了，只要你别忘了拿出来就行。侧面整体的姿态看起来有一点跑车的气质，那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它的车长是4720，轴距是2820，这是一个中级车，但它尺寸上是这种长轴距短车身的这种比例，所以它做出了短的前后悬，甚至车头在长度上的占比也稍微要更多一些，也就是说人坐的会更靠中间，甚至更靠后，所以这就营造出了一种跑车的质感。另外呢，就是后面还有一个溜背的造型，但它这个溜背啊，并没有说直接我就非常锐的把它这样下来，而是在这个地方还做了一点点圆弧的弧度，也是为了平衡车内2排的头部空间。那说到这儿呢，你会不会觉得它会不会是一个掀背的造型？尾门的打开方式在哪儿呢？不是在底下，而是在这儿，尾灯的下面有一个按键，一按它就打开了。它还是一个常规的打开方式，并不是真正的掀背，但其实它在造型上已经给你很大的情绪价值了。它地台的高度其实就在我大腿的这个位置，对于女生或者小朋友拿一些东西都是非常友好的，不用把箱子拉得非常高才能放进去。打开底板，底下还有一个很深的储物槽，像我们车内常备的一些工具啊，甚至你卷起来的车衣都是能够放进去的。那上面的这个地方呢，就可以常年保持一个干净整洁的状态。你们说这样是不是还挺好的？坐进车内，你会发现它和秦 L DM-i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秦 L DM-i 的空调出风口是在左右两侧纵向排列的，但秦 L EV 做成了一体式的隐藏式设计，融合在了这个黑色的钢琴烤漆的面板当中，看起来就更加简约，整体感也更强。你们喜欢哪种设计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另外屏幕方面呢，车内有3块，分别是15.6英寸的中控屏，以及8.8英寸的一个全液晶仪表，还有一个 WHUD， 没有问题。但是大家比较习惯的比亚迪那个可以旋转的屏幕，这台车是没有这个功能的。但车内我想说的重点就是它在这儿做了一个拨杆式的怀档。其实这个怀档并不稀奇，但它稀奇的是因为有了它，所以中间这块区域被省出来了。那它做了哪些东西呢？50瓦的手机无线快充，下面带通风，以及一些实体按键，像驾驶模式、自动泊车以及空调的一些按键，你都可以实体化的去操作。后面是杯架，再往后它给你做了一个冰箱，在这个级别当中给了你一个冰箱，而且是有冷暖双功能的。虽然容量不是特别的大，只能放4瓶常规的矿泉水，但如果你车内4个人一起出门，每人1瓶冰镇的水也完全够了。在这个级别当中，它做到了从无到有，这点就很棒。另外还有一个增加的安全配置，就是主副驾驶中间增加了一个远端安全气囊，这样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就防止了2个人发生2次碰撞，所以安全性上也是有提升的。
现在主驾驶调成了我身高1.7米的驾驶坐姿，那后排我坐在这儿，空间表现大家已经肉眼可见了。我重点说2点，第一就是你看一下它的坐垫长度，它能够把我的整个大腿都完全支撑起来，那这样在乘坐的时候呢，就会更加轻松，承托性也会更好。另外，刚才我们在车外说了，它是一个溜背的造型，但你现在看一下头部空间，我这还戴着帽子，都有1拳多，所以这个空间表现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另外后排还想重点说一下的就是它的这个天窗，它并没有选择现在非常流行的那种一整块大玻璃尺寸很大的天窗，而是选择了一个比较常规的天窗。那区别呢，就是第一，它的尺寸没有那么的大，但是第二呢，它既有遮阳帘又能把天窗打开通风。其实我觉得这种是更加实用的，而且也会给你更强的安全感。那你们更喜欢哪种天窗呢？我们现在开上高速，已经打开了它的高快领航辅助驾驶的功能。那么这台前 LEV 它搭载的是比亚迪的天神之眼 C 的方案，也就是那个3目摄像头的主视觉的一个方案。其实这套方案它支持的功能就有高快领航、泊车辅助以及一些主动安全方面的配置。那其实我们今年把这套方案已经试了很多了，如果大家对于智驾的具体表现比较好奇，也可以看一看我们前面的视频。你像我们现在这些主动的变道啊，还有就是上下匝道，它这个功能都是 OK的，而且它主要的风格也是以安全为主，比较稳的那种风格。其实这台车智驾方面，我比较想说的是，之前我们是汉系还有夏它的那个智驾的拨片，在方向盘后面左右有2个，你2只手摁都可以，但那个在功能上其实是非常冗余的。那这台前 LEV 它只用了左边的一个拨片，右边给你省去了，那把这部分的成本换成价格上的优惠，我觉得是可以省的，你们说呢？好，我们现在回到了城市的道路。截止目前，我们已经驾驶这台车30公里左右，然后其中包括1/3的高速和2/3的城市道路。它现在的整个能耗是11.9到12。你们觉得这个能耗表现怎么样呢？其实官方标定的是10.8啊。如果说我们都是在城市道路当中，然后开的又比较省的话，甚至很有可能开到10以下。你们觉得对于一台家用车来说，这样的能耗表现是你们满意的吗？另外再说一下动力的感受，它是一个主后驱的一个纯电的车型，最大功率160千瓦，最大扭矩330牛米，0百加速7.5秒。其实现在很多纯电车这个加速动不动就3、4秒、5、6秒，这个7.5秒看起来这个数据好像不是那么的特别亮眼，不是特别的性能，但我们在场地里去踩一脚，你还会发现这个加速其实还是挺猛的，尤其是无论是我们在起步的时候，还是中段超车的时候，它的动力储备都是够用的。而且我觉得日常驾驶7.5秒的0百加速其实是最合适的一个区间，我们需要用它的时候够用，而且它也不会有那种超跑的特别快的加速带来的那种风险，你明白吗？还有啊，就是我们日常驾驶的时候，如果说0百加速太快，你的脚可能就一直在油门的这个初段一直精细化操作，其实是很累的。但7.5秒我很多时候可以深踩，可以中踩，可以前踩，脚相对来说也会稍微轻松一些。再说一下底盘，前麦弗逊后5连杆，而且它的前麦弗逊用的是双球头。这个底盘啊，给我并不是那种家用车的感觉，而是有一些运动的感觉，因为它并不是那种纯软纯舒适，反而是稍微偏硬，稍微偏运动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驾驶乐趣的，所以我们就开着它在场地里来霍霍一下。OK， 这台车开完了，是我没有想到的偏运动、偏乐趣、偏操控的方向。我之前对它的定义可能是一台家用车，但没想到它是主后驱的动力，有比较硬的底盘质感，有比较不错的操控，甚至冬天你想象一下，如果在下雪的地方找一个封闭的道路去练一练漂移，也是不错的选择。现在是40到50，底盘其实还是很扎实的，而且整个的路感给你的反馈非常清晰。我觉得日常喜欢驾驶的朋友开这台车肯定不会觉得特别枯燥的，肯定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
再加上它有溜背的造型，所以我觉得这台车还是比较适合那种喜欢驾驶、比较有个性的年轻人的。另外再说一下续航，它采用了 C2B 的技术，然后我们这台车的电池容量是56.64度，官方标定的续航是450左右。但根据我们今天的使用场景啊，车里2个人开着空调，然后有高速有城区，大概算下来的话，续航能够达到470公里左右，这个表现是不是也还挺不错的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点，就是关于它的价格。其实我在拍摄这条视频的时候，这台车还没有上市，但是等这条视频发出来的时候，它就已经上市了。在这里呢，也想请大家结合一下它的最终售价，再来看一下我今天的驾驶感受，你们觉得这台车值得入手吗？